好的，现在为大家呈现的是搏击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第2轮比赛的第2场比赛。哇！哦，要小心。好，红方选手是贾奥奇，蓝方选手是来自摩洛哥的伊利亚斯布莱德。好，这个伊利亚斯布莱德这个拳头进攻的速度非常快啊。对。上场比赛是击败了魏宁辉。哦，布莱德是这个 KO 率极高的一位运动员哈。是。目前2位的积分都是3分，因为在第1轮小组赛当中2位都获胜了。那这个伊利亚斯布莱德啊，在2017年曾经强独过这个帕奇特农，用膝上头强独帕奇特农，然后他把自己的手打坏了，所以他说啊，这一次啊还要在武林风再扁这个帕奇特农一次。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哈？是啊。然后面对这个贾奥奇啊，他说我看了贾奥奇比赛，漏洞很大，我要 KO 他。哦，所以今天贾奥奇不能漏气了。对。所以这种能够进入到搏击世界杯的选手都是水平较高的，高手之间的较量呢，就看谁先暴露出自己的漏洞。对。今天这个贾奥奇状况还不错哎。对，也可能是上一场获胜也给了他一定的信心，因为贾奥奇在这个去年的搏击世界杯当中表现就很出色，后来是退赛了，所以今年也是就是奔着这个大奖杯来的。对。今天贾奥奇不管拳腿输出的密度跟这个速度力度啊都非常的好，一开局没多久，这个你看布莱德脸上就受伤了。对。那布莱德他的一个打赢比赛的秘诀有2个，因为他比赛前夕都会在他满满的冠军杯跟腰带面前啊，是练空击，然后再回忆一下他王者的气势。那第2个就是他上场之后啊，会进入他自己所谓的隧道模式。隧道模式就是他只看到对手，跟听得到教练的指令，其他他都完全不会接收那个讯息，所以非常集中注意力。好，那贾奥奇今天真的状况还不错哦。对。他换了一个教练，换了菲律宾教练，看起来比较合他的胃口。那上场比赛呢，他是对到了这个哈姆扎，就是我们的伊利亚斯的同胞。那2个人啊头部相撞啊，结果就是哈姆扎鼻子受伤。他赛后跟我说，贾奥奇故意用头撞我，结果后来他看了这个片子之后说，没办法，这是意外。对。其实这也是蔡老师经常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解说的过程当中跟大家灌输的一个信息，就是比赛当中避免这种碰撞啊。对。在这个激烈的对抗当中。而且鼻子撞坏了就只能退赛了。对。那当然是这个伊利亚斯很高兴，他说我终于不用打自己人了。好，第1回合结束了，看来贾奥奇的状况今天出乎我的意料啊！我没有想到他会状态那么好。对。所以我相信呢，这个布莱德可能要把话吞回去了。他说，这个贾奥奇漏洞不少，我要 KO 他。看来要 KO 没那么容易。是。好，第2回合的比赛。是。那话说，这个布莱德也在备战他下一场的下个月的 MMA 首秀。那首秀啊，他这个大明星没有被排到主赛，排到这个副赛，我说会不会觉得没面子？我说不会，因为我是第1场，第2场呢必须就在主赛了。然后这个布莱德其实年纪轻轻啊，他已经有一男一女的2个小孩了。哇，24岁啊！是，他老婆把这个小孩顾得很好，所以他是心无旁骛啊，看起来完全没有爸爸的味道。哎，现在有很多的运动员，为什么就是我是这个踢拳的，然后我还要再去打一下 MMA， 我还要再就是涉足一些其他的领域呢？一个是对于技术的追求，因为真的是有很多踢拳的高手，你以为自己很会打，到了笼子里面，你根本就是打不到对方，而且一下要被对方带到地面，所以他们才会想去克服自己技术上面一些短板，一种追求。那另外来说，就是 MMA 比赛在国外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出场费也有可能比较高，所以他们会想尝试一下。好，回到场上来，在这场比赛啊，我们看到伊利亚斯布莱德打的频率没有那么高了。对。
然后现在所以跟这个贾奥奇两个人就是互相做力量的对抗。哦，感觉伊利亚斯开始累了，他喘了。现在布莱德是到了新的拳馆，他跟着教练出去了，到一个新的拳馆，自立门户。哇，在这个伊利亚斯的体能下降的情况下，看贾奥奇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你看布莱德张嘴了，他在喘了。那现在是一个贾奥奇的好机会。没错。所以这一场在菲律宾教练帮贾奥奇的备战呢是蛮成功的，特别加强他的体能还有耐力。对。所以看起来目前贾奥奇的体能耐力还蛮够的。好，所以解决这个布莱德这个难题，竟然就是可能会有贾奥奇给解开了。因为搏击世界杯它这个历程比较长嘛，所以每一场比赛运动员的这个状态真的不好说。对。第2轮的小组赛，我们就感觉到布莱德没有他第1轮打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顺手，我觉得。小心哦，刚才贾奥奇要被逮到几拳，但是立刻换颜色。哇，很少看到这个布莱德被打得这么狼狈了啊！今天状态不佳哈，布莱德。是。优体能量势不可挡，植物提取蕴藏无限潜能。感谢河南颐和园饮品优体能量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第3回合。是。现在值得观察一下，在第2回合，布莱德的头部漏洞就已经出来了，就看到贾奥奇能不能逮到。对。哎，贾奥奇刚刚眼睛在乱瞄。对，他在看什么？是啊。很有意思。是什么吸引了他？我也觉得很好奇。很有趣啊！回到场上来，可见的这个贾奥奇没有进入这个隧道模式，他分心了。对，还要回神的快啊！哦，这个布莱德的吸法啊！哦，小心！刚刚我们的伊利亚斯的前手拨开了贾奥奇。好，欧波。哎，立刻转换位置，不错。再来，贾奥奇的后手拳要把肩膀压进去。哦，伊利亚斯摇闪。哦，这个摔有啊！哦，这一腿蛮重的。好，贾奥奇集气，剩下最后1分20秒了，压回去。哦，这个节奏不错啊，但是后手拳没有压进去。布莱德这场比赛的备战真的是问题蛮大的，在上一次几乎不用呼吸那种状态已经不见了。对，这场比赛一直在喘气。好，贾奥奇压迫他。输出，继续输出。贾奥奇有些累了。是。坚持了。有机会，有机会，赶快！哇！这个真的贾奥奇的后手出的比较少啊，有可能跟他边脚这个有关系。他边脚叫他不要出后手，是不是他后手有受伤啊？
个战况相当的焦灼。哇！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是要看裁判喽。谁能够拿下这一轮比赛的胜利？贾奥奇能够跟布莱德打满3回合啊，真的是太不简单了。看一下后手，贾奥奇确实有漏洞啊，自己的手也掉太多了。今天的贾奥奇前手打得好，但是后手呢真的是不理想啊。现在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29比29，2号裁判28比29，3号裁判29比28，平局，加赛1局。一定要比赛的也好，然后一定要打出咱们中国人的精神。下去。哇！贾奥奇后手拿出来。哇！你发现布莱德只要一启动他的这个速度，我们还是很难去招架的。对。前手摔。就是从腋下穿过的摔倒。哇！使劲。贾奥奇稳一点，不要跟着他的节奏，不要跟伊利亚斯的节奏。对。拉开距离。伊利亚斯就是要拼快打，不要跟他。伊利亚斯鼻子受伤了。节奏压稳一点。好，有机会哦。再来。其实贾奥奇一定不要着急。是。好，后手，贾奥奇后手开始有了。不错。2次进攻，贾奥奇2次进攻。引起。再来好。第4回合，贾奥奇的后手，不错。惊心动魄的第4回合。高扫，不干距离。贾奥奇欠缺一个后脚的高扫踢。对，然后布莱德现在已经没有体能了。是。有机会！哇，真的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这个贾奥奇今天有这种表现。对。所以在武林风的擂台，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再来，有！剩下最后的40秒，贾奥奇能不能扭转乾坤呢？我们的鱼岛。哇，全场都沸腾了。贾奥奇继续加油！哇！你看这个贾奥奇眼睛真好大啊，代表他旺盛的斗志，在寻找机会。其实现场也好，声音好大，我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最后10秒。像这个时候我都已经岔气了，我也岔气了，是吗？我肚子你知道吗？然后但是硬扛，因为不能让对手看到破绽，看到破绽的时候，那你就完了。好，比赛结束了，看把一道高兴的，一动激动的。这个我还把他扛起来了，差点摔那儿。啊，是吗？对。来看一下。敲到了。好，我们期待着最后的裁判的判罚结果。好，宣布比赛结果之前，我建议大家把热情的掌声、呐喊声送给2位勇士，好吗？无比精彩的一场比赛。
呈现给我们现场以及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共同来关注比赛结果。1号裁判，10。